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6月14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6月13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53.51，收盘价是258.71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59.68，最低价是在251.34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8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1.613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07 倍量增。KD 值开口增大，双线是继续上行。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。MACD 开口略有增大，双线也是继续上行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，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目前的多头趋势。好，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6月13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中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上涨的行进中，收盘价超过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并且也超过了前高，我们指的是6月9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那6月9日这根 K 线啊，它是一个止涨的信号 K 线，并且呢，在当日是抱有大的成交量了。那目前股价的收盘价站上了这根 K 线的最高，那也就瓦解了这个止涨的信号 K 线，也就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。那这说明股价会继续上涨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6月1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会在146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上涨，收盘价会在256。实际在6月13日收盘价是在258.71。我们预测的上涨和实际发生的上涨啊，在点位上，收盘价点位上相接近，并且呢，走势也是完全相同。那当日是一个高开盘，或者叫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开盘即站上了我们说的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，就是252.5这个目标，然后股价是回踩之后出现了一路向上，在上方260遇到了压力，这是我们给出的260的观察线。我们回顾一下，它是上方这个缺口的中线。那在这个地方遇到压力之后，并且呢，收盘价是收在高位，收在它的附近。那也就是说，它收在高位，站上了6月9日这个带有大的成交量的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的最高。那也就瓦解了这个变盘的信号 K 线，也就是说换手成功，那股价呢后续是会继续上行的。因此，接下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。对于6月14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继续上行，那么它的目标就是回补上方这个缺口。我们先调整一下目前的水平线，252.5已经站上，我们把它删除。
然后呢，这条260的观察线，我们也先把它删除。好，那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正好也是这个缺口的下沿，所以股价上行，我们认为是要回补这个缺口。那么我们取缺口的上沿，就是原来的第二个目标，是在263这个位置，它将成为目前股价继续上行的第一个要突破的目标。好，那突破这个目标之后，接下来第二个目标是289，然后就是上方的314， 314我们会看到，是自2022年9月22日以来的一个下行。那么这一波下行，然后股价出现了反弹，目前建立多头趋势，开始上行。那么目前股价涨到了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超过了它的50%的成本线。对，那么股价现在继续上行的最终的目标一定是要测试314的。那么如果股价能够最终这一波上涨能够站上314呢，那么我们说股价后续将很有可能它的目标会去测试历史的最高。对，那在这里我们说的是目标，而不是说股价一定能够到达这个位置。对，好，那么这是股价的上行3个位置：263、289和314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股价的回档和下行。股价如果出现回档或者下行，第一个目标我们依然认为是6月8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223，因为它是这一波1、2、3、4连续上涨的4根 K 线的齐涨 K 线的最低。那接下来一个目标就是212，然后就是下方的195，这是股价回档的3个目标。当然我们会看到股价在到达第一个目标之前那么5日均线值这个缺口还有10日均线值都将成为支撑。那么这些支撑也都是强支撑。强支撑通常我们指的是带有标志性的一个位置。强支撑并不是不能被跌破，但是强支撑一旦被跌破呢，将会改变股价走势的性质。所以这几个支撑如果是被跌破呢，那么股价一定会测试223的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后续股价的上行和下行。那在6月14日盘中，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位，这个观察位我们提升一下这个水平线。这个观察位当然我们是要关注盘中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我们测算是在249到250之间，实际上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这个位置。那么我们还要给出另外一个点位，就是253.78，是在前一日 K 线实体下沿靠上一点。对，我们调整一下这个观察线到253.78。然后我们来说明一下为什么是要关注这个点。我们现在打开1小时 K 线图。那在1小时 K 线图，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是沿着3条均线值在交替的向上运行。那么在6月13日盘中12点30这根 K 线的最低，我们会看到对于小时图来说，这根 K 线是突破了前面的这个高点，
然后呢，这个小时的成交量较前一个小时是量增，突破前高这个位置，然后呢，对于1小时 K 线图，它是一根宣示上涨的 K 线，然后在接下来几个小时的 K 线呢，并没有跌破这根 K 线的最低，并且一直是在5小时均线值的上方。那么在接下来几个小时，也就是6月14日开盘以后呢，我们要特别关注股价是否会跌破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253.78这个位置。那如果股价不跌破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会继续沿着这样的一个走势去上行。如果跌破了它呢，我们说很有可能会回踩1小时图当中的下方的这个缺口，或者叫回补这个缺口。那我们也会看到，目前对于1小时 K 线图当中的20小时均线值，现在出现了向水平方向的转折。那股价一旦出现回档、回踩这个均线值呢，如果不能够支撑住股价，很有可能在小时图当中会出现深度的回档。而这一切回档之前，我们要特别关注这根 K 线的最低。好，这是我们把它定义为6月14日盘中要关注的这个点的位置的原因。我们回到日 K 线图。好，那以上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现在有3个多头的仓位，那么到了这3个多头的仓位，我们之前给的获利的位置就是在258附近。如果在6月13日盘中没有获利出场，那么这3个仓位还是会持有的。那到了6月13日收盘价258.71这个部分，这个位置我们要在技术上我们要给出加仓的建议，或者叫初次建仓。那这根 K 线呢，我们刚刚已经重复了很多次了，站上了这个抱有大的成交量的止涨信号 K 线的最高，那也就是换手成功，然后站上它的最高，也就宣示着还要继续上涨。所以在技术上说，6月13日收盘价这个位置要坚定的加仓。那在这个地方加仓呢，我们是给出5%的加仓建议。由于目前股价是一个急涨的一个走势，所以加仓我们要控制好这个加仓的量，因为一旦股价出现反转向下呢，很可能会出现1日反转向下。我们目前加仓。就是同时要考虑保住我们已经有的利润，所以在之后的加仓，我们建议都是以5%的单位来加仓。好，那在这个位置加仓呢，可操作性就是说，一个是在6月13日收盘前的10分钟的时间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加仓的，对。那么如果没有加仓，我们在做这期视讯的时候已经是盘后时段，目前的股价是在260.72。那么如果在我们发布这个视频之后呢，那盘后的时段已经结束了，那能够加仓的可能性，实际的操作性是在6月14日盘前。所以呢，我们以目前现在的股价的位置作为加仓的一个点位计算，是在261%5%加仓。
那么之前我们有的所有的仓位，最后一次加仓是在6月9日的盘前，是在247附近加仓的。好，那么到了6月14日盘前，如果是在261附近5%加仓，我们说第一个仓位已经到达了40%这样一个量。那么40%的持仓，我们计算它的成本位是在220附近。我们指的是加仓之后。好，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仓位，我们要给出停利的位置，就是守5日均线值。我们守5日均线值的下限是在249。也就是在6月14日收盘价如果跌破了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应该是停利出场。如果不想出场，等待回档之后继续上涨，想承受这样的风险呢，那我们给出止损位应该是守20日均线值。在6月14日20日均线值是到达了210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第一个仓位。第二个仓位是有10%，如果在261加仓5%之后，是已经达到了15%。那这个仓位的成本是在241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么对于这个仓位，目前已经是获利的，所以我们给出停利的位置应该是在249，同样守5日均线值。那止损位我们要给一个相对高的位置，就是这个缺口的下沿是235，这是第二个仓位。第三个仓位是有5%的持仓，在6月13日收盘之后加仓5%之后，已经达到了10%。那这个仓位它目前的成本位是在254附近。那目前呢，虽然是盈利，但是一旦股价出现反转向下呢，它还是亏损的。所以说，我们对于这个仓位，我们给出的是止损位，止损要守5日均线值的下限是249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对，这是我们已有的3个仓位。那如果之前一直没有持仓，那现在想进场，那在6月13日收盘的这个位置是261这个位置，也就是6月14日盘前进入，那是可以5%建仓。然后在这个地方，如果5%建仓的话，那我们给出它的止损位也是我们会去守249，也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或者守前一日 K 线的最低是在251附近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说明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压力位和支撑位。请各位网友如果方便，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支持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6月14日开盘之后，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这个缺口260到263。第二个压力位我们给出是275， 275是2022年9月30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这是第二个压力位。第三个压力位就是289。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前低，我们把它合并，是从249一直到251。第二个支撑就是下方的缺口235到242，那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233附近，
我们可以把它们也合并，是从233一直到242。第三个支撑就是下方的这个缺口是221到223。那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210附近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6月1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平盘，会继续收盘在258附近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有可能是一个高开盘，或者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上方会到达263，也就是要到达这第一个目标，回补这个缺口，然后最低下方会到达254，在这个位置，收盘会收在258附近。那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认为出现一个十字线，然后出现一个平盘的现象。那它的条件是股价在盘中是不可以高于263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出现平盘。好，那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上涨。如果继续上涨，它将是一个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呢，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58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66。我们看看266是在哪个位置，相对于之前，对，在这个区域。好，那收盘会收在264附近。它的条件是在当日盘中股价最低是不可以低于257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上涨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6月14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